您对这个强制劳动采棉花这件事情您怎么看？那像他们说的，那简直是扯淡。古丽打听了一下，在我们北疆地区摘棉花已经95%都是机械化了，而且10年前就已经没有人工去摘棉花了。亲爱的朋友们，好久不见了。最近呢，古丽一直在筹备优化视频内容的事情，日以继夜的阅读和学习相关的知识，没有丰富的知识储备，肯定是做不出优质内容的。所以抱歉，古丽这么晚才更新一期视频。今天呢，小玉突然对我说：“古丽，咱们新疆的棉花上头条了。”我听得一头雾水，这普普通通的棉花怎么就莫名其妙的上了头条呢？因为一直在学习中嘛，最近也没怎么关注新闻，不查不知道，一查真搞笑。原来是一家叫 H&M 的瑞典服装企业，以强迫劳动等等原因作为借口，开始抵制咱们的新疆棉花。我知道，长久以来抹黑中国、抹黑新疆，一直是某些西方国家乐此不疲的特殊癖好。但这次的新疆棉花事件 ，H&M 干的确实是让人匪夷所思。今天呢，古丽在新疆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H&M 和西方媒体的报道纯属子虚乌有。为了实事求是，古丽特地来到了63团，采访了2位种植棉花的叔叔，听听他们怎么说。走吧。为了验证棉花事件，我今天特意到63团来，采访2位种棉花的叔叔们。叔叔们你好。你好呀。叔，你们种了多少亩棉花？像我就种了将近60亩棉花。60亩啊，对。那您以前有没有这样子邀请一些工人们过来，就是采过棉花？以前有过这样的事儿。啊，多久以前？那就是10年了吧？那就10年，最少这10年了。后面就你们就不再用人工来采这个棉花？哎，对，后面就是全是用机械化采棉机了。叔，10年前人工这个采摘棉花的时候，有汉族吗？还是少数民族也有？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过来采摘的时候啊，就是你们跟他们的这个关系怎么样呢？从头到尾，我们管吃管住，那就把他们当兄弟一样的看待，当一家人来看待。他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他给什么。比如什么大米啊、清油呀，那都是我们给的，买给他们用的，是这样的。直接买给他们。对。他们完了以后，把棉花采完以后，那我们就把账一结，他们该回家回家了。一切的费用嘛，路费啊，那不都是我们全部给他报的。我今天想采访一下你们，就是在网络上面，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关于这个新疆棉花这个事件的一些强制劳动啊这些新闻？这个我们都看过了，看过了。那您对这个强制劳动采棉花这件事情您怎么看？那像他们说的，那简直是扯淡。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没有强制他们去干这些什么剪棉花呀什么，我们没有强制，这是自愿性的。自愿过来的啊，对，自愿过来的。这个人工剪棉花，那就是10年前以前的事情了。现在我们都实行了机械化。当时10年前就是人工来剪棉花，我们也是他们是自愿的。我们把价钱谈好以后，说好价钱，我们才能用人，是这样的。现在都实行了机械化，我们也不可能再用人了。当然，古丽首先还是要感谢一下这家瑞典的服装企业，让咱们新疆的棉花上了一次头条。在各大媒体平台，新疆棉花是彻彻底底的火了一把。H&M 这波对新疆棉花的广告造势，直接让新疆棉花的销售和名气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呢，你装模作样的在官网发布了一则关于禁止调查的声明，诋毁我们新疆强迫劳动。一向端庄贤淑的我，今天也忍不住吐槽了。请问 H&M， 你的脑袋里面是长了劣质的棉花了吗？作为土生土长的新疆人，
这次新疆棉花事件，我想我是有发言权的，所以我倒想问问一禅，你的所谓禁止禁到哪里了？你来过新疆吗？你了解新疆吗？新疆人种植和采摘棉花的时候，请问你真的在场吗？我相信你们没有到过新疆，你们应该是躲在遥远的瑞典，一边数着从中国赚取的高额利润，一边呢看了2则西方媒体抹黑中国和新疆的报道后，就道貌岸然、无中生有地指责新疆强迫劳动，抵制我们的新疆棉花，还可笑地声称不再从新疆采购棉花，一边赚着我们中国人的钱，一边对我们抹黑造谣，简直是无知又无耻。我在新疆长大的维吾尔族姑娘古丽，今天我就在新疆本土，通过刚刚实事求是的采访，来严正地驳斥你们这种信口雌黄的恶劣行为。早在10来年前，新疆大部分地方都已经用机器采摘棉花了。在10年前，每当摘棉花的旺季，除了很多的新疆本地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也有不少外地人来新疆采摘棉花。如刚刚那位叔叔说的，摘棉花的时候，汉族和少数民族相处得非常融洽，不存在任何强迫。大热天摘棉花确实很辛苦，但这100%都是自愿的。我们中国本身就是农业大国，大家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在田地里辛苦劳作，就是为了让自己让家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你们知道吗？中国从一穷二白的面貌将6亿以上的人摆脱贫困，我们中国人付出了多少艰辛的努力吗？而我国的新疆更是农业大省，地广人稀，需要更多的劳动力。然而我们中国各民族同胞的这种和谐相处、吃苦耐劳、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却被某些西方国家肆意抹黑成强迫劳动。我想告诉一禅，咱们中国的棉花产量为595万吨，总需求量是780万吨，已经缺口约185万吨。而我们新疆独特的地理优势培育出来的长绒棉花是世界顶级的棉花，多年来就已经供不应求了，就是说我们自己都不够用了。所以说新疆棉花的销售就不用劳你费心了。你们的这场抵制新疆棉花的行为，看上去更像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无聊的闹剧，最终的险恶用心是想理解我们，诽谤我们。最后，古力想对 HM 和某些西方国家说，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不是刚刚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今天的中国，在我们千千万万数代中国人艰苦卓绝的奋斗下，已经成为一个发展迅速、繁荣富强的国家。然而，以某国为首的国家还试图拉拢一些狐朋狗友来反对中国。我警告你们，你们100年前八国联军作威作福欺压中国、分裂中国的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我在新疆呼吁，奉劝你们停止造谣中伤、霸凌制裁的种种恶劣行径，因为这只会让我们中国人更加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如今你们诋毁中国黔驴技穷的伎俩，居然发展到用我们新疆的棉花做噱头的地步，真的是用心险恶，无所不用其极。但是你们妄图通过抹黑遏制中国发展的如意算盘，终究会竹篮打水一场空。你们难道没有发现吗？每当危难关头，我们中华56个民族14亿同胞一定是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因为每个中国人都不会容忍欺压和分裂，因为这头东方的雄狮早就醒来了。